This is the Orishnik missile, a state-of-the-art weapon system launched from a massive 12 by 12 truck platform. It has been meticulously engineered with multiple stages, enabling it to reach orbit in a few minutes. 俄罗斯向西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彻底震醒了欧洲人，他们脑子里原来残存的那些只要牺牲乌克兰的4周就能换取片刻的和平，现在回头看，那不是笑话吗？这简直就是一个鸵鸟政策。既然醒了，他们都纷纷的拿出了真金白银，开始支援乌克兰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俄乌前线的战事以及在国际上的博弈。昨天节目我们讲到了，现在10倍音速的针数导弹已经部署在了西边的白俄罗斯。什么概念呢？10分钟之内，西欧的主要国家首都都进入了10分钟打击圈。10分钟导弹出来到落地，你的元首做决策能做得过来吗？很可能你没想清楚总统府可能就已经没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仅仅是一个动作呢，还是普京的国策？我们看新闻报道，俄罗斯的国防部在今天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实际上这个会议呢是每年一次，参会的人呢将星云集，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除了把他取得的那些成绩吹嘘了一番之外呢，还特地感谢了朝鲜的金大元帅。节选我已经放出来了，他要特别感谢金元帅派人支援他扫雷工作。在这儿我插播一下扫雷这活既然这么光荣，为什么你自己的士兵不干，让人家朝鲜兵干？难道他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前几天我看了金正恩在机场开始接这些已经回国的士兵，大多数人都已经换成了小匣了人没了。也有一些人呢命还在，但是缺胳膊少腿。金元帅语言都哽咽了，含着眼泪给他们都一一拥抱合影留念。那有些人呢确实家里可能失去了不止一个孩子，他还发了抚恤金，像这些家庭以后吃鱼就方便多了，那个肉汤可能也会给的多一些。你看，虽然说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但是并没有阻止普京大帝进一步西进。他的国防部长叫安德烈，我看了一下，他没有军衔，因为他没在军队干过，以前呢是负责工业的，后来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他呢提到，在2030年以前，我们要做好和北约对决的准备。усилия по разрешению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тчетливо видим попытк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уклониться от решения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满打满算还有5年时间，他都要挑战北约了，你这些西欧的北约成员国，你还怎么装睡呢？所以正是基于此我看了一下，这些参会的将军除了前线打仗的之外基本上都到齐了。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前排就坐。那更好玩的是，原来的国防部长叫绍伊古，现在换了便装，都跑到下边去了。我想普京没抄他的家，这已经算不错了。另外我看了一下这些参会的将军们，虽然说国家在打仗，他们的胃口很好，你看每个人的肚子按照现在美国国防部长海克塞斯标准这个就应该退休了。你这不合格整天吃的5大3粗的，说明前线打仗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伙食和胃口。好了，既然俄罗斯已经明确未来5年要和北约对决了，那这些欧洲国家终于进一步的增加了援助。实际上欧洲的援助已经过了1000亿欧元了，
今天我们说一下最新的援助情况。先说挑头大哥英国，这次出手的金额是31亿英镑，你要折合美金的话，那就将近40亿了，或者40多亿啊。这钱呢有两部分构成，其中最大一块呢是英国首相斯坦茂宣布，政府已经签发了许可证，就是把俄罗斯一个寡头，实际上呢他是普京的白手套，把他的25亿英镑冻结了。这个冻结已经实际上3年了，现在呢要转给乌克兰的重建基金，用于人道主义的开支。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呢，他又拿出6亿英镑专门采购这个反无人机武器，他那个名字叫章鱼，实际上就是无人机撞无人机。那毕竟它便宜啊，你要说几百美金的撞几万那个无人机还是很值的啊。这是第一个花钱比较多的。第二个那就是德国，德国防长宣布已经支援了2套爱国者系统，实际上这2套已经交付了，只是现在临时宣布一下而已。这2套啊，咱们换成这个数字你就明白，一套呢是11.4美金，那2套不就是22.8亿吗？也是相当大的收益。在这儿呢，我们说一些背景。德国原计划呢是要花20多亿直接转给美国，你国生产交付，但是美国现在订单太多，根本就做不过来，所以德国啊很够意思，直接在自己的库存里，在自己库存的9套里拨出来了2套，直接交给了乌克兰。现在他手里就只有7套了。至于说下了订单，美国什么时候交付啊？那就不着急了。那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实际上在俄乌开战以来，乌克兰已经收到了德国一共3套爱国者系统，现在一共有5套是德国支援的。好，我们说第三个，英法德。这法国呢，法国以前援助的东西太多了，咱就不用赘述了。但这次法国做的事情啊，更多的是实现在人上面。他正在筹集欧洲的叫做多国稳定部队，它主要是在人那方面。如果说和平协议签了，或者说不签，接下来啊，迟早有一天北约的部队要进入乌克兰的。好，第四个呢，我们说一下荷兰。这次它是出资2.5亿欧元采购 F-16的弹药导弹，专门支援给乌克兰。在这儿呢，我们了解一下背景。他曾经在24年一共支援了20多架的 F-16，转给了乌克兰。当时的俄罗斯媒体还在那酸，说这个荷兰给的 F-16啊，都是旧货，一飞到天上那都得散架。你看现在不光没散架，骁勇善战，那里灭了多少的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这次人家不光给的是飞机，就连着弹药呀，我也给你配齐了。美国人不给你啊，我们买来给你。好，第5个是他西边的邻居波兰，波兰一直是在支援乌克兰的。这次的数据是8架即将退役的米格29战斗机。米格29是宝刀不老，现在拿出来有些数据也是碾压大多数战斗机的。虽然说航电啊、雷达系统比较落后，但是在这个动力方面，包括这个机动性啊，它是不输 F-16的。曾经在初期的 AB 版本的时候，它还干不过米格29。当然了，这款飞机有它的缺点，就是航程比较短啊，比较耗油。但是你别忘了，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这些即将退役的米格29，虽然说空战性能一般，但是对于反无人机啊，那是一把好手。它有2个特点，一个呢是高机动性，第二个呢，它能搭载北约的一些武器，它也提供了转头摄像头。比方说俄罗斯的无人机来袭了，机头啊根本没对着，只要是
飞行员一看，那导弹自动过去，至少说它巨大的载弹量对于反无人机足够了，也可以让那些 F-16啊进行轮换。更重要的一点，乌克兰本身就有多架的MiG-29，现在两国在交战期间，俄罗斯不给它配件了，而这些8架MiG-29最不济也可以作为备件的一个仓库。好，这5个国家呢，只是若干个支援其中一部分，其他国家呢，咱们过2天跟你详细再聊。总之，我们总结一下，俄罗斯已经坚定了西进的决心，它绝不止步于乌东4州。至于说现在的美乌谈判，大家就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你谈这些东西，如果最终普京他不认，你不白浪费时间吗？咱有这功夫，还不如看点有意义的消息呢。2026年是俄乌战争关键的一年，也许是战场上决一胜负的时间窗口。以前的节目咱们聊过，俄罗斯的战时经济也只能再撑1年，1年后经济崩溃了，就没人打仗了，搞不好啊，国内还要起义内乱。所以对于老普京来说，他就赌这1年欧洲啊怂不怂。目前看啊，他大概率是要赌输了。欧洲不光没怂，真金白银的在支持乌克兰。更重要的一点，美国它撤离了全球的安全市场，他想当他的西半球的酋长，那欧洲你还不趁机雄起？关于这件事儿，您有什么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觉得这节目还行，欢迎关注、点赞、留言，并且关键打开您的小铃铛。咱们明天第一时间再见。